一位明星的离奇去世，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誓言要揪出元凶，但是这股洪流却遭遇到了强大势力的堤坝，冲塔和听力之间的较量达到惊心动魄的程度。2025年9月11日早上，一个叫推力君江小燕的专业娱乐狗仔博主，突然在自己的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消息，主要内容是：我收到消息，青年演员于朦胧在北京坠楼身亡了。于朦胧是中国的一位偶像派男演员，曾在人气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及《太子妃升职记》里面扮演配角，不是一线明星，但因为古装依然像俊美，在众演员中很出圈，所以也迅速走红。但让人震惊的是，于朦朦胧胧虽然不是一线明星，却有着一线明星比不了的人气。他的微博有2000多粉丝，抖音有309万粉丝，这在中国娱乐圈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画面建议江小燕过往爆料战绩的拼图章子怡、陈妍希等，而爆料的江小燕也是一个角，她专门跟拍明星的娱乐新闻而出名。她偷拍过的顶流明星2只手都数不过来，比如章子怡和汪峰的离婚案，陈妍希和陈晓的离婚案都是她第一时间爆出来的，而且几乎都是桩桩应验。于是有众多追星族都加入了她的粉丝团，嗑着瓜子等着江小燕爆料明星的八卦。这一次江小燕爆料于昏昏坠楼，却遭遇到了大多数追星族的反感，大伙纷纷斥责她以出名无下限，乱传小道消息。你传啥不好，咋传别人死了呢？因为昏昏虽然只是个不大不小的星，但胜在没有传出过任何乱七八糟的绯闻，不醉酒不吸毒，无任何不良嗜好，而且还很平易近人。路人缘很好，而且就在10多天前，于朦胧刚刚精神焕发的直播过，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间就跳楼了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警车点亮的灯光素材，但很快各种消息接踵而至，证明于昏昏之死并非谣言。有人在昏暗坠楼的具体地点爆炸，是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阳光上东小区。因为这个小区有住户早上6点50分看到遛狗的时候，警察已经到了现场，遗体已经被盖起来了。爆料的帖子还说，小区里的很多住户都知道这个消息。就在有网友提交意见书的时候，北京时间9月11号下午6点过，于朦胧的个人工作室发布了正式声明，证实了江小燕的说法。声明的大意是说，于昏于2025年9月11日凌晨坠楼身故，警方以第一时间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也就是说，37岁的朦胧是自己跳楼的。网友们这下炸锅了，一个前途大好的年轻演员怎么就突然跳楼自杀了呢？根据江小燕之前的爆料，于昏昏坠楼的情景大致是这样的：于朦胧9月10号晚上和5、6个好友在一个好朋友家里聚会，11点凌晨2点过，于朦胧回卧室睡觉并将门反锁了，屋外的一群人继续到凌晨6点才散场。到了楼下才发现了昏暗的尸体，是一只遛狗的邻居大妈先是尸体报了警，朋友们这才发现的。而且在朦胧就寝的5楼，那间卧室的纱窗也被拉开，在朦胧的口袋里还有2块劳力士手表。于是警方认定于朦胧是自己拉开纱窗跳下来的。案件发生当天，警方就派出火警，可能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不追星的网友们也开始关注起事态来了，因为这桩自杀案来得太古怪了，疑点重重。我们总结了一下，主要意见有5条。画面建议：问题1，警车和秒表倒计时暗示速度过快。第一，北京警方定调快得让人生疑。江小燕在发布的第1条消息上就说，警方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难道说北京警察都是福尔摩斯吗？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断案，尸检程序能走完吗？还是说这个起案子只能这么定性呢？江小燕发出于昏昏死讯的4个小时之内，她的微博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账号就被封锁了。平台给的理由是江小燕触犯了法律，但具体是哪条法律没有任何解释。疑点3，于朦胧工作室的怪异反应。朦胧坠楼后的第5天，于朦胧个人工作室至于朦胧妈妈的口吻在微博上发文，大意是说，爱子于朦胧中醒来是因为醒来意外坠楼身，希望未来停止猜测。于朦朦胧胧是新疆乌鲁木齐人，是靠着妈妈打零工的收入，咬牙供他学习大提琴和艺术成长起来的。
2013年，于朦胧参加了湖南卫视主办的2013快乐男声选秀节目，取得了第10名的成绩，从而被天娱传媒签约成为艺人，自此进入娱乐圈。于妈妈对于自己相为命的儿子又是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儿子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坠楼身亡，他非但不生疑，相反工作室发表声明，一口咬定平时很少喝酒的儿子是因为饮酒过度坠楼而死的。听起来这怎么都不合乎情理。疑问点4是在婚婚中他自杀的理由是什么？当于婚婚的婚睡刚刚被证实的时候，网上就引发了他抑郁症的说法。说起原因是由于他在2020年因为不愿意接受某位大佬的潜规则而被公司雪藏，影视资源减少没片拍，于是患上了抑郁症，说这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从现有的消息可以看出，于朦胧在2020年至2023年影视圈内确实查无此人，但有媒体报道说于朦胧已经去了贵州山区支教了3年。不过现在关于于朦胧所有的支教照片也已经在网上看不到了。另外一些媒体在2021年曾报道过2021年河南暴雨那回突然发生了郑州720水淹隧道惨剧的那一回，于昏昏沉沉地发生了50万元。此时于朦朦胧胧已经处于一种无戏可拍的状态，但他的捐款金额和范冰冰、李冰冰等大牌明星都在一个档次。大家听，又是支教又是投入，这叫什么？这人生叫意义感。而抑郁症的表现就是丧失意义感，对幼儿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另外，于昏昏养有2只宠物狗，照顾宠物那叫的责任感，这也是抑郁症的反面。事实上，在帮助治疗抑郁症的实践中，还经常建议患者在生活中引入宠物，因为宠物能够患病重建责任感以及情感沟通的能力。于昏昏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于昏昏生前的好友同事也没有任何人作证说于昏昏有过轻生的言行。相反，他有一个编剧朋友叫汪玉岑，还在微博发文回忆自己在患抑郁症想轻生的时候，朦朦胧胧还来开导过他。抑郁症在病理上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慢性精神障碍，一般不会出现这周的抑郁症，下周就会跳楼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来自于于朦胧身边的所有信号都显示他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很低。更何况在他坠楼的第2天，原计划将在央视上一档直播节目中进行，他为这档节目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他的粉丝都知道，很难让人相信这么一个有着明确工作计划的人会突然轻生。如果说他是在醉酒后意外坠楼身亡，那就更谈笑风生了，因为窗框的高度在解决的高度以上，不可能发生无意识坠落的情况。1.5 案发现场的诡异。根据扬子晚报的报道，晚报的记者赶到坠楼现场的时候，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了。于是记者来到同一栋楼的另外一位业主家，发现打开玻璃窗外面的纱窗并不容易。于朦胧坠楼的楼层是5楼，从这个高度突然到地上会发出很大的声响，难道他的朋友们和小区保安都没有听到吗？阳光上东小区虽然不是顶级豪宅区，但是也算得上高级小区，所以小区里安装了很多监控摄像头，平时也有保安巡逻。但好巧不巧，就在昏昏坠落后的一段时间里，监控都没有了，保安也没有任何反应，这些都相当诡异。而既然北京警方宣布昏案是意外坠楼，非他杀之后，实际上就是结案了，一切调查也停止了。从警方拿不到任何信息，网友们就只好自己化身，到处去人肉搜索寻找证据。很快，一条内幕消息就爆出来了。爆料内容是说，于朦胧早已被某位男同大佬给看上了，但于朦胧有底线，不愿被雪藏，也不从。于是大佬让狗腿为自己组局，骗于昏昏入局参加这次酒会。9月21号，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里面指，这条消息是出自一位名叫郑某某的女性，40岁。爆料人在9月下旬已经被抓了。警情通报里把一条爆料放在了所谓谣言之首，可见它影响很大。随后爆料出来，网友们随即纷纷翻出了疑似狗腿子们的名单。首先曝光出来的名字有程青松、吉光光、高泰宇3人。这些名字对于不追星的大众来说可能稍显陌生，但在娱乐圈内他们相当吃得开。程青松是导演，吉光光是转型作家来的编剧，高泰宇是一名男演员。其中程青松和吉光光几乎是公开的同性恋关系。
程青松也经常在网上肆无忌惮地骚扰年轻男子，而极光光的劳力士爱好者经常发朋友圈秀自己新买的劳力士表。更巧的是，在朦胧坠楼的地方就疑似是作家极光光的一处住处。有住户还拍到警察赶到时，2个疑似程青松和极光光的人在现场。北京有一家叫清欢国际娱乐文化传媒的公司，在于昏昏坠楼的第2天就发布公告，称公司不会和程青松、季光光、高泰宇这3人合作。于是网友们脑补了当时的场景：大佬坐镇季光光、程青松等狗腿们做局骗于朦胧，加入酒局，把于朦胧灌醉以后，大佬就性侵了他，又害怕于朦胧讲出真相，就趁他昏迷的时候把他抛下了楼。等警察来了以后呢，又把程青松、季光光等3人作为挡箭牌推在了前面。清欢国际娱乐文化传媒发出的声明便相谴责程青松等3个人，就是为了吸引网友们的火力，只去关注他们仨。而这家清欢娱乐公司本身在2024年成立，和程青松、季光光、高泰宇3个人本来就没有过任何交集，但显然这一招疑惑之计，网友们没有上当，大家仍在关注侵犯了于朦胧的那位男童大佬到底是谁呢？有网友爆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新奇，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奇怪，新奇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新奇啊，比较陌生，不像张艺谋、冯小刚这些名字那样如雷贯耳，他怎么就成了娱乐圈的大佬了呢？那是因为发生在辛弃身上的种种事情实在是难以解释。辛弃原名辛小熊，1991年生人，21岁以前的履历无人知晓。他在21岁的时候空降娱乐圈，立刻成为了导演贾樟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也成为了制片人。接着他就创办了一家实验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虽然公司没有出过什么知名的影视节目，但是只要公司一开发布会，你就能够看到影视圈的顶级大佬们的身影，从导演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方励到演员郝雷陶、红，再到影视资本圈的大佬王中磊等人，都会到场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实验筑邦文化公司站台。实验筑邦文化公司还成立了舞蹈团、男团、女团都有岗。一成立就被央视的一档叫《星光大道》的栏目确立为长期演出合作伙伴。于朦胧坠楼之后，有爆料说辛弃之所以这么牛，那是由于他是某位正国级领导人的私生子。哪位正国级呢？目标直指习近平最重要的亲信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当然，关于辛弃身世的种种传闻啊，只是传闻，没有任何确凿的人证和物证，但是猜测背后的逻辑却是合理的。我们后面会谈到，于朦胧坠楼8天后，就在网友们还在不断议论幕后黑手身份的时候，以条新爆料炸的人头晕眼花，说害死于文龙的聚会人数不止6人，而是有17人。新爆料说的事情原委大致是这样的：某大佬在于朦胧走红后就瞄上他，当上了于朦胧粉丝团的主力操盘手，想把于朦胧完全控制在掌心。但于朦胧不甘心，他利用和大佬接触的机会，开始偷偷搜集大佬家族在海外洗钱的证据。于朦胧以为只要拿出铁证就能够摆脱大佬的控制，但他实在是太天真了。他碰触到了整个行业最深的内幕，看到于朦胧既不听话又想反，和一级大佬也由爱生恨起了杀心。于是他和手下合谋，把于朦胧骗到了位于北京朝阳区阳光上东小区的一个爪牙的住所。10多个人先是轮番给于朦胧灌酒，然后出手虐待他，但是于朦胧坚决不吐露证据的下落。在这期间，有几个人离开，最后剩下的6到7个爪牙就开始对于朦胧下死手。爪牙们给狗仔队放风，让他们拍于朦胧被性凌辱的画面，想以此来威胁于朦胧交出证据。结果于朦胧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爪牙们一看坏了啊，下手太狠，没救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于朦胧抛出了窗外，然后又伪造了跳楼自杀的现场。出事后，大佬的家族开始全面控制舆论，被叫来拍摄的狗仔也被控制。防施暴的画面流出，而在网络上确实早就有人陆续放出了一系列短视频，拍摄的人和角度都不同，但拍摄的目标都对准了黑夜里的一户人家。从模糊的镜头里可以看到一个青年男子被人踢来踢去的影像，也有疑似男子被吊在窗户外的叫声。这些影音资料都指向了北京阳光上东小区的一户人。夹在一个视频中，一位据称是住在阳光上东小区的女士通过话外音说，9月10号的晚上，小区里不少住户都听到过一个凄厉的男声在求救。第2天
陈女士很愤愤不平地问前来收尸的警察什么时候才能够惩治元凶啊？警察只是无可奈何地说这件事早就定性了。我说你们几个小时就定性了。我说我们现在都民愤了。你可能会说前面谈到的都是网络爆料，现在 AI 技术这么发达，图像和声音的编造都非常容易，它靠谱吗？首先关于余文龙被大佬控制这个说法，仔细一查确实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前面说过于朦胧签约的公司叫做天娱传媒，而据查天娱传媒是中国唯一一家国有艺人经纪公司，私立属于芒果超媒，它的控股股东是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背后的真正老板是湖南省国资局。2017年当红女星兼资本老板杨幂看中了于朦胧，经开出优厚的条件，想让于朦胧转经纪公司，但是天娱传媒就是死不放人，杨幂争不过，只好作罢。但奇怪的是，天娱拼命留住于朦胧，却不给他任何效的资源，只让他像个提线木偶一样站在舞台最边缘的角落，慢慢的消耗掉以前的名气。这个表现确实很像是于朦胧得罪了某位实力大佬，故意卡住他的前程，以示报复。从于朦胧去世后，只要是关于于朦胧是被自杀、被性侵的言论冒头即删，无论是在小红书、抖音、微博这样的社交平台，还是在网站和论坛，全部以统一的标准查删消息。这是全网全平台规模的信息管控，能够留存下来的信息全部都是说于朦胧是酒醉意外坠楼的，或者是说他抑郁轻生的。9月20日凌晨，央广网抖音账号的评论区开放数以万计的网友蜂拥而入，截至凌晨4点，已经有45000则留言清一色都是要求对于朦胧坠楼案立案调查的。另外，隶属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北京文旅微博和抖音账号也一度累计了多达68万条留言。中国法院网的评论区也涌入了23万条留言，都是要求彻查于朦胧死因的。这堪称是中国互联网史上少有的冲塔器官民心所向，一目了然。但是这些留言都被清空，能够完成这种全平台全口径的信息管控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指令是来自于舆情管理的最高层，只有它才能够调动公安、广电、工信互联网一切体制资源全面封杀。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就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简称中央网信委。我们通常说的中央网信办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就是它的常设办事机构。而政治局常委蔡奇所分管的领域就包括了宣传、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他是中央网信委实际负责工作的副组长、组长。是习近平根据美国开放技术基金会2025年3月份的一份报告，自从2014年中央网信办成立以后，中国的网络空间就被纳入了和所有传统媒体一样的管控标准。从2015年至2022年，中国增加了173万名网络审核员，他们不是政府雇员，是平台招聘的，政府把合规的责任加给了平台。平台如果出现了违规信息，就会被网管部门约谈乃至受到处罚。目前 AI 的过滤仍然过于粗糙，平台还不能够依赖 AI 来过滤全部敏感信息。国网民已经发展出了发达的暗语文化，使用各种各样的谐音梗，各种阴阳怪气，对暗语 AI 仍然无法适应。比如在于朦胧事件中，就有网民直接说红色 USB， 或者是随身碟，不做任何解释，也不交代上下文，指的就是于朦胧保存有大佬洗钱证据的 U 盘。所以在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里，平台依然只能依靠人工审核才能够完成信息过滤。有前审核员在海外爆料账号披露网民的留言，仍然需要审核员一条一条的过，碰到流量高峰事件，平台压力就极大的。14小时4班倒夜里，人手不够就最容易造成积压，因此持续不断的发生仍然是有可能渗透过信息封堵高墙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删帖封号与冲塔之争背后是真实的较量，是看不见硝烟的真实过招，是全体审核员加班加点，耗费了巨大社会资源的维稳行动。审核员虽然是平台雇的，不用政府花钱，但是引导舆论的网评员则是发动了学生、公务员和监狱犯人，人数难以计量。像于朦胧这种流量爆表事件，那是上百万维稳人员投入的灭火行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那么投入了这种程度的资源，所要掩盖的真相当然就是高层非常忌惮、非常在意的。所以传闻中说制片人辛奇是蔡奇的私生子，从这个角度推测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中共网管部门对于朦胧之死的敏感程度和反应的激烈程度和民意的对抗程度都超过了适用性事件，也超过
爱国影星吴京的被群嘲事件，甚至超过了2022年的铁链女事件，逐渐这件事情触及到了重要人物的敏感神经。当然，推测合理不能保证目标。对，我们曾经在《习近平与8个女人》那期节目当中讲过，2000年代初有一位叫张兰兰的美女空降影视圈，从军队主持人转身就成为了影视界明星。演了一系列大投资的影视剧，当时普遍猜测他的靠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结果大伙儿都猜错了。张兰兰不久之后嫁给了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他转向影视圈的时候是习近平的准弟媳郭伯雄，最多只是帮了点忙成人之美。具体对象虽然猜错了，但是方向是对头的，能够进行这种程度关系运作的得失来自于中央一级的权力，在于朦胧案上也同理可得。不管导致于朦胧死亡的是辛弃还是谁，但是他们背后那个权力必须来自于相当高层制，有他才能够做这种程度的资源调度，封杀成百上千万人的声音。9月21号，沉默了10天的北京朝阳警方，终于在千呼万唤当中发出了一条警情通。报内容大致是于朦胧坠亡事件，经警方调查、走访现场、勘查法医、鉴定调阅录像等等程序，确认他是酒后意外坠楼，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而且家属也无异议通报中，警方还以很长的篇幅说拘留了3位造谣的网民指控，这3位女性编造了一系列流传广泛的谣言，比如小区监控录像遭到人破坏与朦胧被灌醉后遭到侵害，与朦胧的母亲和妹妹已经被控制等等通报。最后强调广大网民们要不信谣不传谣，数百万平台审核员在近10天的时间里删掉了上亿条评论，再加上不计其数的专职或者兼职的网评员不停地发表有利于政府的评论引导舆论，最后终于把整起事件定性成为了一起个别网民为蹭流量制造的网络谣言。于是乎，在耗费了巨大资源、无数工时的加班加点之后，以及在网民们不断寻找冷门突破、口灌评论网管部门有围追堵截之后，在经过了这么一系列较量之后，冲塔的洪流终于被权势的大坝暂时挡住了这则迟来的通报，让所有想了解真相的中国网友彻底心凉了。因为大家知道，只要这个权力还在，无论真相是什么，大家都不会知道了。于朦胧就这么走了，哪怕他是一个名人，在全网有2000多万粉丝，有这么多人为他鸣冤，也不例外。在权力的碾压下，仍然是显得如此渺小。于朦胧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关注于朦胧的事已经5个月了，中共当局迟迟没有动作，我们都非常焦虑。我一般都和朋友们这样讲，于朦胧的事如果有改观，既靠国内民众的觉醒，也靠国际环境的压力，这个缺一不可，这确实需要一个时机。但是作为普通人，我们也要关注于朦胧的妈妈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根据公开的资料呢，于妈妈是36岁生下的于朦胧，按照今年2026年她应该是74岁，也就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了。老年丧子，谁来解决她的养老问题呢？因为她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也是她的音乐启蒙老师，包括鼓励于朦胧拉大提琴中提琴，考入演艺学院，走演艺的路线。事实上，这本来是一个幸福的母子，但是就是因为中共的权贵爪牙，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把他给害了。这件事实际上需要每一个民众来关注我们现在的生活。今天呢，国统局公布的2个数据，也让我们对于妈妈的养老问题更加的担忧。由于国内支持于朦胧朋友们的不懈努力，现在国内的环境也有了一些松动。据英国媒体 ABT 的最新报道，国内的主流媒体小红书、抖音、快手现在可以搜索云蒙蒙的敏感词了。以前你只要搜根本就无法显示，或者说呢搜出官方的报道。但现在开始出现一些于朦胧的生平事迹，那这是否意味着背后一些较量产生了利益的此消彼长呢？或者说中共当局他是不是说这件事儿干脆压不住，倒不如放出来让大家纪念一下于朦胧这件事儿？毕竟过去已经5个月了，不然的话可能要激起民变。那中共深层次考量是什么呢？我会在会员频道和大家详细聊聊。有2个数据让生活在中国的老百姓不淡定了。一个呢是中国的 GDP 持续下行，刚刚完成了名义上的保五，2025年 GDP 的名义增长率是5%，低于前几年，说明经济依然在下行。第
二就是2025年中国的出生率只有5.63%，生了多少人呢？是792万，整整比前年少了100多万。今天呢，我就详细给大家分析这两组数据对咱们每一个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根源在哪，如何才能度过未来10年左右的经济寒冬。咱们先说第一个，现在的 GDP 虽然达到了10万亿人民币5%，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60%左右，也就是只有3%在哪儿体现呢？那就是每一个老百姓的个人感受，就说5%跟你有关系吗？你自己是否过得比前几年更幸福，还是更苦更累？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真实的答案，那个高的5%跟普通人没什么关系。第二就是中国人口原来是一年1000多万人，现在为什么连1000万都不到，而且持续的下降，都跌破了800万，根源是什么？我说你单纯分析现有的数据你是不知道答案的。我把时间轴给你拉长过去的20年和10年，你马上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以及有没有办法解决。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腾飞除了那79年改革开放以外，真正持续增长的就是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当年是这个江泽民完成的这件事儿。那之后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是8和90了。到了2003年和2013年胡锦涛、温家宝时期，你这儿的 GDP 增长多少？那能高达17%，那基本上不会低于10%，那都是在12左右。详细呢，我有一个报表，但是很不幸，到了2013年，现在的老习上台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开始萎缩了，因为他执行的统治方式和胡温不同，他在加速的向左转，那结果呢就是由8%、7%、6%一直跌到现在的5%。我相信如果他不改弦更张，在未来的5年、10年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这个是一眼见的事情了。既然说经济是在老习上台以来开始掉头向下的，那出生率跟这个数据是几乎吻合的。很简单大家过得好的日子时候要生孩子、生2胎、生3胎，我要买大房子、换大汽车。现在如果他对经济低迷，或者说我下个月房贷都不知如何还的时候，怎么可能把这种生活再延续给下一代呢？大家知道，在3年疫情期间官员吓唬老百姓经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要找你的卵。北京一个街道办主任就说，某某人是个刺头，他的软肋就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哪儿上学呢？不让他上学，他马上就得屈服，该做核酸的时候他就得乖的下楼来做核酸。上海的一家呢，也是因为抗议人士强行进入他家，说你要不做核酸的话，你要考虑你的孩子下一代。那人家说了，我们是最后一代，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延续这种痛苦的经历。所以说归根结底政治你不关心他却每时每刻是影响你的生活。当然了，我们知道原因了，也明白现在的解决方案很难，因为中国的经济下行有个时间节点，就是2018年。2018年以后，人口衰退和经济的衰退是一起往下加速，原因就是老习完成了事实上的无任期限制国家主席可以一直干下去了。事实上就是终身制当一个领导层得罪了过多的党内同事，或者说他打压过多的异己的力量，他已经站在了众人的对立面。如果他平安下台，他就会受到以前敌人的清算。那为了防止清算，那只能干到死，而陪绑的就是生活在国内这些普通民众们。未来的10年一定是一个经济的寒冬，那就是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加速萎缩，经济进一步的低迷。虽然说2025年中国的经济对外贸易顺差完成了1万多亿，但真实的情况，我告诉你，这1万多亿恰恰是国内一些权贵转移资产的一种方式。这个钱营业收入在那儿呢，但是没有汇入。中国这钱早已经出去了，这个改天咱可以专门讲一期节目。所以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经济低迷和人口出生率低的根本原因是习近平执行的经济和政治的左倾，尤其对民企的打压。那有人会说什么时候结束呢？你就看吧，以他现在的年龄未来10年如果他还在这个位置上，不可能有变化。非这个人没了，也许有人说中国包括世界现在正在站在 AI 的十字节点上，那未来几年 AI 增加了，那我养老我就用机器人来养老了。但是你想的过于远观了，按照马斯克他自己的预测，未来的7年左右是美国经济一个转型期，也是阵痛期，很多白领和蓝领工作就会被 AI 替代。但是国家的分配机制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做好准备的时候已经是7年以后的事儿了。按照中国的这个观念我想至少打底应该是10年。那10年后，如果中国政府完成了
AI 的转型，那你以为 AI 主要是为民众服务吗？不是，它可能会优先开发的是士兵，你看可能要攻台啊，或者对外扩张啊。第二，它可能要进一步对国内民众的监控，那就是用 AI 警察要开始这个上线了。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与统治是第一位的，改善民生永远是排在次要的位置。所以说，未来10年很难。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如果你有条件，应该是考虑移民。如果说我没那条件，我也移不出来。我给大家3个小的建议吧，仅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呢是你要减少产业的收缩，有些行业哪怕现在赚点小钱，也可能要从长远考虑。收缩你收晚了，有可能就砸手里了。比方说房地产行业、汽车行业和教育产业，这严重依赖于人口增长的行业，你就开始退出这些行业了。哪怕现在赚钱，至少你现在还有人能接手吧。第二个呢，就是增加你资产的流动性，你不有太多的房子、厂房啊这些在人口下跌的时候会越来越贬值。你应该增加，变成流动性。你变成什么呢？要么是现金啊，要么是股票，要么就是可以随时交易的贵金属。而这些东西啊，在你有一天缺钱的时候，它能换钱，也能换成粮食，你也能够换成出国的一个机会。第3个最重要的一点，大家接下来可能要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无论你20岁、30岁或者40岁、50岁、10年说快吧也快。如果说你真的改到了熬到了改天换地的时候，你首先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你才能拥抱新的社会。